大家好，我是史蒂芬，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前阵子史蒂芬去了一趟东京8天7夜的自助旅行行程，而规划的行程包括了东京市区、镰仓江之岛、山梨县富士山河口湖景区、丰州美术馆台场区以及历史古迹区等等。而这次史蒂芬准备了一机两镜的器材来做东京8天7夜的拍摄攻略。而器材的部分依序为拥有4570万画素的 Z8 机身、中望远万用的 Z24-120 恒定 F4 的镜头，以及 Nikon Z35 F1.4 定焦新镜头。器材准备好之后，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实战拍摄的攻略分析吧。这是东京8天7夜的实战拍摄攻略，我们划分为城市街拍、人文主题与历史古迹拍摄、名胜景区拍摄这3个区块来做介绍。今天史蒂芬要跟大家分享介绍的内容，主要就是由涩谷、新宿、银座、东京塔、晴空塔等东京知名市区景点所组成的实战拍摄攻略城市街拍篇。来到东京涩谷，绝对要来朝圣的景点，一定是号称全世界最繁忙的交叉路口——涩谷交叉路口了。热门拍摄景点除了周围的星巴克等地点外，也可以选择有 Shibuya Sky 上展望台前的14楼去做一个摄影的拍摄记录哦。而在顺路上会经过通往 Shibuya Sky 的人行天桥这个时候可以在人行天桥去做一个拍摄的动作，那使用拉长焦段的一个压缩的拍摄方式来呈现街景的一个韵味。Shibuya Sky 天空展望台算是涩谷这几年最新的一个热门景点，因此前去 Shibuya Sky 的同时，建议先行上网购买入场票。购买时段 Steven 则建议是在傍晚夕阳前衔接夜景的这段时间，因为可以记录到晚霞特有的灰蓝色温与灯火通明的夜景绝佳时刻。那 Steven 在这边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因为 Shibuya Sky 的人潮众多，因此想要拍好照片的话，需要避开人潮以及寻找没有人潮的角落去做一个拍摄的动作。来到东京新宿，虽然素有日本3大红灯区之称，也因为如此，可以拍摄到延绵街边2条的店家灯牌，然后呈现出非常极具特色的夜晚街拍景致。特别是在歌舞伎町一番街无论是使用超广角拍摄或是使用拉长焦段的拍摄方式都可以拍出不同的一个相片效果。而在歌舞伎町一番街的拍摄上， Steven 我则使用偏暖暗色调加上部分抽色的效果的调色，来凸显出店家灯牌的特色与热络感，最后再加上暗色调特有的一个质感。来到东京银座，这是一个百货林立以及品牌街边店延绵整个银座商圈的一个高级地段，在白天与晚上皆能拍出不同的一个商圈风貌。Steven 我则选择记录下晚上的银座商圈，因为在银座晚上的百货以及品牌街边店的夜间灯饰，再加上路上的车灯光流，非常适合营造出银座商圈特有的质感暗调的街景风格。
这一次 Steven 8天7夜的东京自由行当中，因为排的行程非常的紧凑，因此比较没有时间去拍摄东京铁塔白天的景致。因此 Steven 也是拨空找了一个晚上的空档，去了一趟赤羽桥的附近去做一个东京塔的拍摄。在东京塔的拍摄上面，使用低色温的方式去做一个拍摄，以及长时间曝光的方式来做一个夜间东京铁塔的一个拍摄呈现方式。来到东京晴空塔，那 Steven 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吼，东京晴空塔是目前日本最高的一个建筑物，总高度总共有634公尺哦，且展望台的高度有450公尺之高哦。之继 Steven 我去了大阪阿倍野360之后，再度震撼惊艳到 Steven 我的地方。不过很可惜的是，这一次 Steven 来到东京晴空塔的时候，其实天空不作美哦，因此来到450公尺高的天空展望台的时候，都是云雾缭绕，都是在云雾当中，非常的可惜哦。不过 Steven 我也没有因此而感到灰心，还是有等待就是云层短暂消散的空档时间来做一个拍摄的动作。由于大多数时间都是天气不佳的状态，因此都是灰蒙蒙一片。不过也因此阴错阳差之下 ，Steven 我使用比较灰冷复式的角片色调来做一个诠释，并且在修片上提高了一些的对比程度，这样反而造就了阴雨天气的一个特有的一个氛围感。透过今天东京城市街拍片的拍摄攻略之后，对于东京市区街拍的掌握度上，是否有更进一步的提升以及了解的方向了呢？在这边 Steven 也预告一下，下集人文主题与历史古迹的拍摄 ，Steven 将会针对东京必拍必访的展览以及神宫寺庙一机两镜的实战拍摄攻略，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分析。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以及我影片内容的朋友，欢迎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当然，同时也可以分享给周遭的朋友哦。我是 Steven， 我们下次见，拜拜。